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现在在最近新开幕的南港拉拉破购物中心前面。不过今天主要不是来逛这家购物中心，而是在拉拉破这里 Tony 开讲，介绍南港这100年来的地貌变化。我仍然是运用台北市100年历史地图网站，就以拉拉破为中心，来看看这100多年来南港地区的一些地貌变化。那当然，既然来了，待会还是会进去拉拉破。这是台北市100年历史地图网站。那这里就是最近新开幕的拉拉破，这边有150张100多年来的台北市古地图及航空照，我们就选用几张地图及航照来看看100多年来这个地区的历史风貌。我们第一张选的是1904年2万分之一台湾宝图，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在100多年前，拉拉破还有南港展览馆、南港软体科学园区、中国信托金融园区，这整个区域几乎都是稻田。那如果大家觉得对这张地图感到陌生的话，那也没有关系。在台湾宝图的最左侧这边有一个加号，点进去之后，那这边有一个透明度的选项，我们可以调整这个透明度的选项，那就会出现台湾宝图与 Google 地图的一个重叠画面，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拉拉破在这里，这是南港展览馆1馆、2馆，那这是现在的经贸2路。那当年的南港车站跟现在的南港车站位置是不一样，现在的南港车站在这里，当年的南港车站是在这附近。我们画面移过来，这边的右下角有一个黄色的小人物，这个就是街景。我们把它拉过来到南港车站这里，那就可以看得到现在的街景。市民大道8段。这一条就是东南街，这里就是早期的南港火车站。在东南街市民大道8段口，这里有第2代南港车站的纪念牌。拉拉破是上午11点钟营业，就快要开始营业了。那我们先进去参观一下，待会再继续开讲。稍微参观了一下，那我们现在继续开讲。我们接下来选择日治2万分之一地形图，这是1921年绘制的地图，然后放大看一下。整个现在的拉拉破这一带都还是一片稻田，不过这边出现了一座吊桥，这是1918年完成的5分吊桥。主要是用来运送煤炭，不过也形成了这里主要的一条道路。这条道路就是现在的三重路。为什么叫三重路？因为这里的地名就是三重埔、山顶坡。那这里是南港车站，那这就是现在的东南街。前面的路口就是第2代的南港火车站旧址，附近的中南街是第1代南港火车站的旧址，也是目前南港三重埔仅存的老街。那这条马路就是现在的研究院路，那这里就是三重埔埤，不过现在埤塘的面积已经变非常小了。全新日式购物空间。我现在来到3楼了。
接下来我们选择1945年4月23日美军拍摄的航照影像。我们来放大看一下。当然，最清楚的地标还是基隆河。哇，这航照图，从航照图可以看得出来，当时这整个区域都还是大片的稻田。这是三重埔皮。现在的中央研究院都还是大片的稻田。中央研究院的入口在哪里？我们可以改变透明度，跟 Google 地图叠在一起。这里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口。我们用街景看一下，中研院的大门口应该是在这里。中央研究院，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是一整片的稻田。这边有一栋比较明显的建筑物，这是南港国小，创设于1914年。那南港国小已经迁校迁到这附近。这里，南港国小现在在这里。这是5楼 Food House。这里是主要的用餐区。我们接下来来看1968年台北市旧航照影像。民国57年7月1日，南港并入台北市，成为台北市的一区。从这航照图就可以发现，这个区域的稻田已经消失大半，变成很多的工厂。其中最大的工厂就是现在的南港展览馆，这一间大的工厂是台肥南港厂。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住在松山南港这一带，都会对这座工厂很有印象。那后来随着台北市区的东扩，属于污染性质较高的肥料工厂，当然就不适合留在市区了，所以后来迁移他处。于是政府就将这里规划为南港展览馆。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台北市旧航照影像，2003年，差不多是20年前的影像，所以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南港了。画面中我们看到当时台北南港厂已经迁移了，所以整个地区开始整地。那后来这里就变成南港展览馆，经贸2路当时也在兴建了。那南港车站已经迁移了，这是新的南港车站。那整个南港这个区域已经完全看不到稻田了。这样的南港，应该就是很多人已经熟悉的南港。在南港展览馆1馆、2馆成立之后，后来陆续的中国信托金融园区、南港软体科学园区，还有最近开幕的拉拉破，都是在这个区域。台北市100年历史地图网站，这是非常容易操作的一个地图工具。你可以选择过去100多年来任何时代的古地图，了解台北市过去的地貌。透过将地图透明化，那就可以很轻易的对照现在的风貌。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地图工具，推荐给大家。我今天的南港拉拉破南港100年历史地图回顾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